当然这个病是永久跟着你。是你怎样跟他去做朋友，跟他是融合在一起？你怎么样去跟他、去接受他，去压制他，或者是互相的照顾。OK，反正就是会跟你一辈子。那你要认识清楚，在这个过程里面，我读很多心理科，读很多这个病，然后读治疗师。我希望能够通过我去学来帮我自己。去控制这个病。那我好了之后，我第一个做的是帮这个机构做了大量的访问，去推广这个病不是神经病，它只是一个病，它不羞耻。你应该是去接受和去治疗它。它跟感冒一样，每个人都反反复复都会有感冒。对，所以不要羞耻于它。对，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你贡献的很大的一个价值，就是让那些躲在黑暗里的、受到抑郁症困扰的朋友说，敢于站出来说没关系，这是一种病，我可以来面对它。所以我觉得是演员除了会演戏，娱乐里面他有他的价值。我找到了它的价值，就是为社会发一些有用的声音。所以我在这么多年里面，不断都会做这种事情。就希望能够通过一点点。你觉得发出这个声音，能够给那些受到情绪病困扰的人，能带来什么呢？也许你并不能够解决他的问题，但是你能够给他带来的是什么？带来很多，带来起码是社会不会歧视他。起码在政府里面拿了很多福利去给他们，也让这一批有些看不起情绪病的病人去非牟利里面，政府医院里面开了很多部门给这种，这已经是做很多，就是一个社会的一个支持的系统。对，你觉得自己走出这个，人生中的这个至暗的时刻？你是靠自我拯救的力量吗？不是，是靠什么？家人的力量。6年的时间里面，其实最受苦的是我妈妈，我所有的脾气，都发在她身上。所以后来知道她自己也有病的时候，我是非常的愧疚，因为当时我也有病，所以我不知道她有老人痴呆的，早期就是他有阿兹海默症早期。对，所以我真的是觉得家人的力量是非常大的，因为他默默的承受我所有的你的负面情绪也好，摔东西也好，甚至是拉扯，都去到这样，对。他有后来跟你谈到过当初就是对你最担心的事情？没有，因为我知道自己有病的时候，我马上回去告诉我家人，其实我有病。我没有说对不起，而是我告诉你我有病，我希望你们知道，我不是我的本意。对。你妈妈那个时候是怎么反应的呢？我妈是一个心胸很广阔的，她听了就听了。能。起初是担忧的，能治吗？能治能治 ，OK， 他就这样。其实我知道他不是不重视，只是知道，他不懂怎么样去表达，可是他也知道我太强了。家里从小所有事情我说了是，你说了算的，对，我说了算的，所以他也是非常放心。所以那个时候，在自己经历这个那么大的痛苦的时候，你现在回想起来，妈妈会用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对你的这种爱和对你的担心，包括对你的这种看护呢？其实她很默默的，她只会做好吃的，帮你做洗衣服，都是母亲该做的东西。可是他从来不会说，你有病，你很烦，或者是怎么样，他不会，从来没有，他不会。对，就是拿着那个汤，就真的是跟着你屁股走，喝汤啊，他都知道这个东西你喝了对你身体好。可是他不会说在这个时间段你别烦我，你让我安心一点。
或者是我躲起来，会舒服一点。所以在我发病的时候，我还不知道自己有病的时候，谁都不知道我是不是在家里，因为我家是好几层，我在最顶层。我有时候故意给他们看我出去了，我偷偷的回房间，就没有人知道我在不在家。你就把自己彻底关闭起来了啊。关闭，因为我怕他只要看到我都说洗澡啦，你洗澡了没有啊？你喝了它没有啊？这种当时的那种爱太浓了，给我太浓了。当我知道的时候，其实我觉得非常的愧疚，因为我当时觉得太浓，所以很推他出去。可是后来慢慢也知道他有病，他能力越来越低的时候，我真的希望他再逼我，再给我，可是来不及了。人生是有很多这样的遗憾，但是现在想起来的话，当年你有病的时候，妈妈是这样的，陪伴着、照顾着。后来她病重的时候，你是陪着她、照顾她啊。对呀，我跟我妈是真的是2个人一条命嘛。对，因为我在街上10年，她每天也是带着我，她也是蹲在街上的人家的楼梯旁边，就坐在那边，就眼看着我们，因为怕给抓走啊，怕给拉走啊，因为都有那种坏人嘛，是，对，所以他也很辛苦。到我好了一点，他是好东西永远推在你面前，他舍不得吃。对，可是我那么辛苦，我希望能够赚到钱，是希望你们都是吃好的、住好的。可是好像就给拒绝在门口。可是也想想，他也是挺心疼我花的钱。对。然后我病了，他受苦；他病了，我说实在，我也受苦。我一边要担心他，一边要往外跑。工作要拼命的，喜欢的、不喜欢的我都要做，因为花费很大。可是我要他最好已经没办法治疗，可是给他最好的那个时间段。母女一场啊，母女一场，对，所以非常深刻的情感的这种揪在一起了，对，长在一起，麻花拧在一起，2个麻花拧在一起，一条麻花。可是这也是我的幸运吧，因为真的有这么好的一个母亲，其实也没话讲。那你要自己离开这个苦海啊，能够不断的在往前发展，其实是要有内心有很大的一个力量的。走出这一段的抑郁症，然后要开始重新启动自己的事业。这个你当时心里最强的一个信念是什么？我在想，就是这个力量来自于什么地方？也没有自暴自弃，为什么？我从小都是，我觉得我是一个会成功的。只要我觉得只要你想做，其实可能过程很辛苦，或者是很痛苦，可是总会往目标走。对，我重新出发的时候，其实最难受是那3年，出发前3年，出来之后那3年，你碰了很多不同的嘴脸。对，比如说我也没问你借钱，也没问你求过什么，我只是回到我原底工作的单位，然后当一个小配角。可是为什么你们的给我化妆或者梳头的，就把我看得扁扁的，然后就说一些当然啦，没钱回来啦，那种。可是我没得罪你，我也没有说我问你要，也没有说我比你穷，对吗？很多这种故意的，让你非常非常难受。是的。然后尤其是在工作上面，他故意弄到你没办法好好的去工作，太多了。那3年，其实每天都告诉自己，不为赚那个钱，你要赚那个价值观。